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你口袋里、桌子上，甚至床边的苹果产品，其实是踩着多少科技巨头的尸体走到今天的？没错，苹果不是一个一路温柔成长的品牌，它更像一个笑容礼貌、动作干净利落的行业终结者。很多人说2007年发布的第一代 iPhone 就是整个科技史上的奇异点，从那一刻起，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写，无数巨头开始走向衰落，而苹果则成为了新时代的主角。今天我们谈论的苹果是全球市值排名前3的科技巨头，它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全球震动，它的影响力遍布全球，从手机电脑再到手表耳机，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巨头，它的崛起之路却充满了血腥。它不靠低价，也不靠烧钱补贴，它赢的秘诀是重新定义一个品类，让消费者觉得我之前买的都是将就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在苹果的崛起之路上，究竟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科技公司被它一步步送下舞台。故事要从2001年说起，那一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 iPod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一个 MP3 播放器吗？可在当时 MP3 播放器的市场已经有不少玩家，比如创新科技 Creative、索尼的 Walkman 系列以及 iRiver。这些厂商在90年代末已经把随身音乐做得风生水起，尤其是 Creative， 它的 Nomad 系列播放器在美国市场卖得特别好。但 iPod 一出，这些对手就迎来了黄昏。苹果的成功首先来自乔布斯的偏执，他坚持简单就是美，拒绝多余的按钮，并创造了那个经典的滚轮 Click Wheel 设计，让所有操作都变得直观而流畅。他曾对工程师说，如果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的邻居也一定不知道。正是这种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要求，让 iPod 凭着小巧的机身、5GB 惊人的储存容量，当时够装1000首歌了，直接把竞争对手送上了下坡路。乔布斯的偏执不仅体现在硬件上，也延伸到了软件和美学。他甚至亲自参与 iTunes 商店的音乐选品和专辑封面设计，对字体和颜色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，因为他认为这关系到整个 iTunes 生态的美学统一。但 iPod 做的不只是卖一个硬件，而是卖一个闭环体验。这个闭环的核心就是 iTunes 生态。iTunes 商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听歌习惯。在那之前，人们要么买昂贵的 CD， 要么在盗版网站下载不安全的 MP3。苹果用$0.99美元的单曲定价，让买歌变得像买一杯咖啡一样方便。结果那些曾经遍布街角的实体唱片店，比如 Tower Records， 最终一个个倒下。苹果用数字音乐的模式，不仅终结了 MP3 播放器，更间接重塑了整个音乐产业的规则。这也给苹果埋下了一个惯用战术，先用独特体验俘获用户，再慢慢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。短短几年 iPod 成了随身音乐的代名词， Creative 的市场份额一路下滑，经历多次转型，如今仍苦苦坚守在数码市场中。2007年苹果做了一个更大的动作，发布第一代 iPhone。 那一刻，诺基亚、摩托罗拉黑莓们还在笑，一个没有键盘的手机谁会买？结果笑到最后的是苹果。而在这背后是苹果内部极致的保密文化。在 iPhone 项目启动初期，只有极少数核心员工知道它的真实用途，许多人以为他们在做一个平板电脑。乔布斯甚至把项目组分成了几个独立的小组，互相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，以防止泄密。这种严谨和神秘感也为 iPhone 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。在那场著名的发布会上，乔布斯展示了多项令人惊叹的功能，但观众不知道的是，当时的原型机并不稳定，甚至有崩溃的风险。整个演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乔布斯必须按照精确的顺序操作，才能保证不出现任何纰漏。更具戏剧性的是，乔布斯在发布会上毫不掩饰地嘲讽了竞争对手。他先是展示了当时诺基亚和黑莓手机的笨拙操作，以及他们在网页浏览上的局限性，然后才展示 iPhone 极致流畅的触控体验和桌面级的网页浏览功能。这种踩着别人上位的场景，直接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因为 iPhone 不仅仅是手机，在当时它就像是一个随身电脑，它的多点触控屏幕全触控操作，
加上 iPhone 3GS 开始全新 App Store 的开放生态，让传统的功能机瞬间显得老掉牙。当时的诺基亚还是全球手机之王，市占率接近 40%， 但它的塞班 Symbian 系统在体验上完全跟不上 iOS， 老旧的界面、复杂的操作逻辑，以及时常出现的卡顿和死机，都让它在 iPhone 的流畅体验面前相形见绌，开发者也越来越不愿意为它写应用。结果3年后，诺基亚的高端市场几乎被 iPhone 和安卓手机快速占领，最终退出了全球智能手机主流舞台。而摩托罗拉和黑莓的困境则更具戏剧性。摩托罗拉的 Razr 超薄翻盖机曾是潮流象征，但当 iPhone 的全触控大屏出现后，它那引以为傲的翻盖设计和实体按键瞬间变成了过时的象征。而黑莓虽然在商用市场还有优势，但消费者一旦尝过 iPhone 的全功能体验，就很难回去按小键盘发邮件了。可以说 iPhone 凭借一己之力，直接改写了整个手机行业的格局，让几大巨头几乎同时跌落神坛。到了2010年，苹果又出了一招 iPad。当时的平板市场并不算热闹，但微软、惠普甚至诺基亚都做过类似设备，只是没人能让它真正流行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上流行着一类产品叫上网本 Netbook， 这些由华硕、红旗、戴尔等厂商推出的廉价小笔电，虽然主打轻便，但普遍存在性能低、屏幕小操作、系统体验差等诸多痛点，用户用起来常常感到卡顿和不便。而 iPad 一出现，就像把笔记本的便捷和手机的轻便结合在一起，尤其是配合 App Store， 立刻找到了娱乐、教育、商务等多个应用场景。结果传统的上网本市场几乎瞬间消失， iPad 上市没多久，这个产品线就迅速萎缩，因为消费者不再需要一个低性能的小电脑，他们宁愿买一台 iPad。 可以说 iPad 直接用一种全新的流畅的体验，宣告了上网本的时代彻底结束。苹果的成功套路已经很明显了，第一步把硬件做得极致，第二步配合自家软件和生态，第三步让用户离不开。而一旦用户离不开，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就会迅速崩盘。苹果的终结名单还在继续延长。说起电脑，很多人以为苹果在 PC 市场的份额一直不高，所以杀伤力有限，但其实在某些细分领域，它的打击是致命的。比如2006年以后，苹果推出了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， 把轻薄和性能的平衡做到极致。特别是2008年的第一代 MacBook Air， 从信封里拿出来的那一幕，直接刷新了消费者对笔记本的想象。结果当时一大批以轻薄为卖点的 Windows 超级本厂商，突然发现自己的产品变得不够漂亮，不够轻，价格却还没有竞争力。再加上 macOS 系统的稳定和设计感，让它在设计师、音乐人、视频创作者等高端市场几乎一家独大。戴尔、惠普、索尼在这些细分领域的份额被苹果一点点蚕食，尤其是 Sony 的笔电曾经是高端笔电的代名词，但在和 MacBook 的竞争中节节败退，最后连品牌都卖给了日本的投资基金。但苹果的终结者之路并不仅仅局限于看得见的硬件，它还悄然影响着其他看似无关的领域。比如数码相机，在 iPhone 和安卓出现之前，消费级的卡片机几乎是人手一台，索尼的 CyberShot 还有佳能相机都是市场的宠儿。但 iPhone 和安卓智能手机强大的拍照功能，加上最关键的即时分享能力，让这些卡片机瞬间变得多余。消费者不再需要额外带一个设备来拍照，这个曾经庞大的市场几乎一夜崩塌。索尼、佳能、尼康等厂商不得不将重心完全转移到高端的单反和微单相机上。再比如 GPS 导航设备，曾经 Garmin、佳明和 TomTom 是车载导航市场的霸主，很多人会花几百美元购买他们的设备。然而，随着 Apple Maps、谷歌地图和 Waze 等手机导航的普及，许多消费者不再需要购买独立导航设备，传统导航设备市场大幅缩减，厂商纷纷转向专业或车载导航领域。更具戏剧性的是乔布斯与 Adobe Flash 的恩怨。在2010年，乔布斯曾公开发表一篇名为《关于 Flash 的思考的公开信》，痛批 Flash 技术封闭、耗电不安全。
他宣布 iPhone 和 iPad 将永远不支持 Flash，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但事实证明，苹果的封杀加速了 HTML5 等开放网络标准的普及，最终宣判了 Flash 的死刑，彻底改变了整个互联网的开发生态。接着是可穿戴设备。2015年，苹果发布了 Apple Watch。别看现在满大街都是智能手表，当时的主流可穿戴产品还是 Fitbit、Garmin、Jawbone 这样的运动追踪器。这些产品功能单一，基本就是计步心率监测。Apple Watch 一出，直接把智能手表变成了一个微型个人助手，可以接打电话、看信息、刷 Apple Pay、监测健康，还能和 iPhone 无缝协作。结果 Fitbit 被谷歌收购， Jawbone 彻底倒闭， Garmin 虽然还活着，但主要退回到专业运动市场。 Apple Watch 现在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整个瑞士钟表业，想想看，这是何等巨大的冲击。然后是支付领域。2014年，苹果推出 Apple Pay。当时的移动支付并不是新鲜事，像 PayPal、Google Wallet、Square 已经在北美运营多年。但苹果的优势是，它直接把支付功能整合进了 iPhone 和 Apple Watch， 而且依靠 Touch ID， 后来是 Face ID 做到极简的安全体验。一旦绑定银行卡，结账的时候只要把手机或者手表一碰就完成支付。这种体验打通了线上和线下支付的场景，也让很多原本依靠第三方 APP 的支付平台失去了优势。尤其在美国， Apple Pay 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非接触支付方式之一，让不少小型支付公司生存空间被压缩到几乎没有。而在音乐流媒体时代，苹果也没闲着。虽然 Spotify 是全球流媒体音乐的先行者，但2015年苹果推出 Apple Music， 凭借 iTunes 时代积累的用户和艺人关系，迅速拿下全球第2的位置，这让不少区域性音乐平台被迫退出，比如美国的 RDO Groovesock。 苹果甚至利用其庞大的财力，用独家艺人专辑，比如泰勒·斯威夫特来吸引用户，直接逼退了一些小型竞争对手。别忘了，苹果还有一个终极杀手锏，生态绑定。你买了 iPhone 很可能会买 Mac， 有了 Mac 可能会想配一个 iPad 方便出门办公，然后你会带 Apple Watch， 用 AirPods 订 Apple Music， 用 iCloud 同步照片。举个例子，你在 MacBook 上编辑的文档可以无缝同步到 iPad 上继续修改。带着 AirPods 听歌时，来电会自动切换到手机接听。还记得 AirPods 刚发布时，很多人嘲笑它看起来很奇怪吗？但它成功的关键在于那无与伦比的无缝连接体验。你从 iPhone 上拿起 AirPods 戴上，音乐就自动播放，摘下一支音乐就暂停。这种无需任何操作的直觉式体验，让传统蓝牙耳机相形见绌。而在你不知不觉中，苹果的数据锁链也形成了。当用户开始使用 iCloud 来同步照片、文档和联系人时，他们的数据就被牢牢地绑定在了苹果生态中。如果你想从 iPhone 换成安卓手机，迁移数据的过程会非常麻烦，甚至可能丢失部分数据。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，对竞争对手来说简直是噩梦，因为它不是靠一次产品碾压你，而是靠整个生态慢慢把你包起来。此外，苹果近年来非常强调用户隐私保护，将其作为生态系统核心竞争力之一。苹果设计了多种隐私保护机制，让用户数据在设备端得到加密和保护，这也成为其吸引用户的又一重要原因。回顾下来，被苹果击倒或者逼退的巨头名单非常长，音乐播放器的 Creative iRiver， 手机界的诺基亚、摩托罗拉、黑莓，上网本和部分高端笔电品牌比如 Sony， 可穿戴的 Fitbit、Jawbone， 音乐平台的 RDO Groovesock， 甚至还有那些曾经遍布街角的唱片店、相机公司，因为 iPhone 的拍照功能，以及 GPS 导航设备厂商，因为 Apple Maps 和手机导航。苹果虽然以强势资重塑市场格局，同时也与很多科技企业保持着技术和产业上的紧密合作，比如苹果芯片基于业界标准的 ARM 架构，安卓阵营同样依赖这套技术，竞争与合作始终共存。正是这种动态推动了科技行业不断创新与发展。苹果赢的秘诀不是便宜，不是跑得快，而是能重新定义一个品类，让旧规则失效，让用户觉得我之前买的都是将就，而一旦用户觉得旧的不行了，
无论你过去多么强大，都会在时间的冲击下失去阵地。所以下次你看到苹果发布会，不妨想一想，它的新产品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新的选择，而是又一声行业警钟。历史一次次证明，当苹果盯上一个领域，很可能会有人笑不出来了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还有那一些部分没说到，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哦。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，记得帮忙点个赞、订阅哟，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